二位哈，你们俩能在一起特别特别不容易。我是先天性脑瘫后遗症。你看脑瘫后遗症能恢复成这样就不容易，就很坚强。你就看这个就是意志力啊，包括父母的爱，你能感受到浓浓的这种爱，要不然不可能嘛。啊，老婆，是你老婆吗？是。说呀。我们这位啊，就是他一根筋，不爱说话。哦。这次是我要来，因为他的一些个行为来说，我真的有的时候是无法接受的。结婚7年，对吧？对，7年。当时是怎么决定嫁给他的？我们2个人是闪婚，认识了3个月，就决定结婚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的腿严重烫伤了一次，双腿严重烫伤，是当时我们刚刚谈对象，是别人介绍的呀？别人介绍，就是他的姨介绍的，我们俩认识的。然后就是说刚认识1个来月，就是也是一次意外把我腿烫伤了。因为我呀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我父亲呢又那阵儿身体不便，他半身不遂，我要服侍我的父亲。那段时间我腿又烫伤了，跟他认识以后，我们婆婆就说嘛呢，你别再那样了，那样的话腿也好不了。我婆婆就说嘛呢，把我接回到她的家里。那阵儿我们刚认识1个月左右啊，然后就说伺候了我40多天。这个也是一种感动吧。是他伺候你40多天，还是婆婆？是我们婆婆他们一家子伺候了我40多天。可是我父亲这边呢也没人管了，我们婆婆就说嘛呢，你也别操心那个，我们对象就去到我们的家里伺候我的父亲。哦，他在伺候岳父，对，婆婆伺候你，对，那段就被感动了是吧？对，也是感动，也是朝夕相处吧。我就是那段时间真的是已经快崩溃了，因为腿也烫伤了，家里也管不了，然后他那儿跟我也是挺上心的吧，就是看到了担当是吧？对，那段时间是真的好啊。当时媒人是怎么给你介绍他的呢？当时因为他是小时候呛了羊水，所以导致的脑子反应比别人慢半拍。哦。就跟我说了这情况，我说没什么，我本身也是有这个问题嘛，我不在意，只要他们一家子对我好，都好。所以其实是2个在寻找生活的人，啊，巧遇了爱情，可以这么说吧？可以。就是原本是为了生活嘛，结果没想到一见，很多机遇让他们遇到了爱情。我这么说行吗？行。他真可爱。行，然后这就7年就下来了。啊，我们是这样，一开始这几年啊还好，刚结婚的时候，我跟我们婆婆谈过一次，谈过一次什么呢？我的管理能力比较差，我们家的以后在财政大权这一块，我真的是想过个简单的生活，我什么也不想操心，因为我父亲这一块让我操心的够多了，我不想再管了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说，以后您一切都您管，我不想管了。聪明啊，这姑娘啊！所有的东西我们婆婆去管我们婆婆管。一开始这几年挺好的，后来就慢慢的生活步入正轨，我们也是自己干了小生意。我们干了小生意以后，她跟我们婆婆大闹过一次。你跟你妈闹啥？我就不想让她管，我就想我们俩管，因为毕竟我们俩都这么大了。你要造反啊你！是这么回事。不听妈的话就得了，老婆的话你也敢不听啊？一看男人一有钱就变坏是吧？你就变坏吧，你这个小子，你看，他要造反。不是，您听我说，他是这么回事。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自己干了个小生意，干小生意以后，一忙起来，真的就想不起来，就说定期的给婆婆钱。有的时候我们婆婆也是上点岁数，她爱絮叨。老人爱絮叨，这不很正常吗？对我来说，有人絮叨我是一种幸福。婆婆就说了我2句，说那个你那个钱我来猜婆婆批评了你，或者说了，哎，怎么钱又忘了给了？她不干了。对，她就上我们婆婆那屋翻箱倒柜的，就说嘛我们俩挣的钱就得我们俩管，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你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你一个不孝子你。然后就是疼媳妇儿然后我们婆婆误会了。我的本心是谁管不是管，我就想简单的生活。后来她这个就是说跟我们
婆婆打完了以后，我们婆婆说我们你看着不精，可是你心里可有数啊，小算盘打的噼里啪啦的，怎么着的，这样让我们误会很深。这件事我听明白了，后面还发生什么事儿了吗？跟婆婆是不是矛盾会升级啊？对，她矛盾升级了啊，升级了，就是说我觉得还挺暖的一件事情啊。我那次我胃寒。我生病了以后，我胃口疼，不想吃东西，不想吃东西。我们婆婆也是人家也是好心嘛，好心给我说，哎，你不吃东西你怎么好呢？然后怎么样的，给我去盛饭。我说我不想吃，您先放一边。她不行，她跟我们婆婆去闹，把整个桌子全都周了，弄得这顿饭谁也没吃好。我们婆婆说，我那不是关心你吗？弄得你说。人家一片好心，回来跟我打跟我闹，说我挑唆了他儿子如何，我挑拨了吗？没有。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让大伙儿去劝劝他，他整个是一个我们的放大镜。原先我们婆媳矛盾没有那么深，就是他给挑拨的，整个他给挑唆了。哎呀，我问点问题哈，您问，我问他行吗？好吧。结婚几年？7年。想当爹不？想，太想了。这问题问你，咋没当？我有我的考虑，因为我是怕遗传。那你们咨询过大夫吗？因为这属于受伤带来的嘛。咨询过大夫吗？我是害怕，因为他是属于受伤，我是先天性自带胎里带啊，所以我怕有遗传。因为我的心脏也不是特别好，怕在怀孕期间就有风险啊，所以就没。婆婆有没有想过要孙子？一开始有，后来也是妥协了吧，就算。其实我们的关系很好，只是她现在的处理方式让我没法去跟婆婆正式沟通了。现在已经。你妈是不是有的时候为媳妇儿好，你整不明白你就跟你妈干啊？经常。那不是给你媳妇儿添麻烦吗？对，她这样的话给我添了很多的麻烦。哦，那等于说，其实，在日常的时候，你们是跟婆婆生活在一起，是吗？对，我跟我们婆婆生活在一起，住一个单元里头。是因为我腿脚不方便嘛，有的时候我干家务，就是说干的比较慢了。她会絮叨我2句。像那回吧，我出去一趟回来，我可能也是累了一天了，躺那儿就睡着了。我们婆婆就说：“啊，你没看见我在干活吗？你不能伸把手吗？”我这还没说话呢，他就急了啊！我们媳妇儿出去1天了，怎么样的？我就想说嘛呢，你要是说真的心疼我，你去伸把手不好吗？其实我不想看我媳妇儿受气。啊，你妈还给她受气啊？她就觉得我们婆婆在跟我说这些事儿，她在给我气受。其实呢，我并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那样还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小幸福，一种小满足，因为我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我还挺享受这个絮叨的过程。可是她这样一弄的话，让我们婆婆无法理解吧？咱就说那次吧，因为我们家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快递代收点，我们婆婆呢跟着我能搭把手。她跟婆婆又闹起来了，就是快递那天挺多的嘛，因为我的手脚比较慢，婆婆就说你稍微快一点，因为咱的货量今天挺大的，你稍微快一点，咱能早一点收摊，对吧？然后我们对象就说嘛呢，他都累了1天了，怎么样的？我这还没接茬呢，他就跟我们婆婆刚起来，就吵起来了，这种弄得我们婆婆认为我说他2句，我不能说了是吧？你媳妇就是你的宝，那我在这家里我算什么？同在一个屋檐下，何必呢？你呀，得了便宜又卖乖呀！我问你，你先生这么护着你，你心里美不美？我是挺美，但是我真的美不起来呀。他的这种护法让我真的现在无法接受了。行，你是真不知足啊！但是我说你这话，我心里又很心酸，你知道吧？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先生这么豁着命的极力维护他的状态，是太多的女生希望要到的了。但是对于他来说，婆婆和先生的重要性，就算都很重吧。对，你最担心的是害怕先生越是这样疼爱你、宠溺你，反而会伤害到婆婆，对，反而让你活得不好。对，你们家现在谁是主力军啊？干活？我。他呢？他高兴了，给你搭把手。问问你啊，平常在家你干活吗？干有时送菜嘛的。啊，
也送菜，对对，媳妇儿辛苦，妈辛苦，都够挺辛苦的。妈有权利说媳妇儿不？有。那为啥一说你就跟你妈呲儿呢？他就觉得我嫁到他们家，除了他以外，谁都不能说我。他觉得这样是给我幸福。这分得清楚得很，我倒觉得他没啥问题啊。但是他的护法，您想，他的做法也没啥问题。是他的做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我就要问的是，你觉得他改变容易，还是你改变容易？你们俩谁更变通一些？我更变通一些。你可以是吧？可以。那下面就听老师怎么帮你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两位好啊，我觉得他们家庭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家庭。一开始你们说你们怎么闪婚啊，这个两个家庭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令人感动，也说明你们非常怎么说这个三角关系啊，就是要保持一个平衡，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要跟婆婆一起互相的这扶持，但是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又需要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那先生啊，确实特别爱他的妻子，然后这一点也是很多我们往期的女嘉宾特别羡慕的一种状态。那先生的这种爱的方式呢，我觉得先生有一点也在刷存在感。就刚才赵川老师问到说，这个家里的活儿主要是谁干的？是这个女士干的，然后婆婆也干了很多。这位男士呢，好像就在通过我要参与你们两个女人之间的某些事情，来证明我也是有价值的，我也是可以做点什么的。但你能不能从身体上多为他们分担一些？你看媳妇儿也说了，因为她单亲家庭成长，其实她有些时候是把婆婆也当成自己的妈了。那有些时候妈对她进行一些稍微的批评也好啊，或者是有一点不高兴的，那也是很正常的。只有妈对孩子关爱的时候，她才会去说一些可能是有点批评的话。所以呢，就是你希望媳妇儿开心的话，你能不能以她的方式，以尊重她的决定，她开心了你再开心，而不是说你觉得你去干涉了，好像媳妇儿就是维护了媳妇儿，对吧？能不能下一次产生矛盾的时候，你先停一停？我觉得可能这个先生也是需要再做一些调整的。其实女生，你找到了一个愿意护着你、愿意宠着你、愿意把你觉得我老婆就是世间最好的女子放在心头的一个男人，这是我们要倍感幸福的。所以我劝你要接受面前这个男人就是这个样子，去享受这部分美好，然后和他在今日、在明天、在未来共同撑起这个天。你可以的。因为我觉得虽然你腿脚不太方便，但你也挺能干的，对吗？你可能在精神主导层面比他要更占一成。你可以挑起大梁的，我相信你没问题。所以去接受这个男人的不完美，你的婚姻生活才能相对美好。先生，我就劝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少说多做。你呀，一点都在这件事情上，在对待老婆这件事上不糊涂，你特别聪明在这点上。你知道你怎么跟你妈吵，怎么跟她凶，什么掀桌子倒饭碗，你妈一样爱你。老婆不行呀，这要大声说跟老婆吵架，人家又不喜欢你了跑了呢。所以你挺会的，这个方针是对的。但是在如果出现妈妈说自己妻子心里不愉快的时候，少说多做。妈妈现在慢了一点，你赶紧过去扶扶她，你们快点走啊。妈妈有点絮叨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们婆媳关系好，她才敢絮叨。婆媳关系不好，说重了媳妇儿不高兴，说轻了等于白说。这对婆媳感情其实蛮好的，你要放心。所以你改一改你的方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减少你的妻子和你妈妈之间看似一些冲突，就会越过越舒服了。你其实多做事儿，多帮助自己的爱人，对你的生活也很有帮助。我希望你们都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过好此生，祝福你们啊！谢谢。多幸福啊！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知道为什么羡煞很多的女人吗？因为你先生是一个非常拎得清的人，他是一个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的这种的小家庭和大家庭分得非常非常清晰，他非常明白
什么是自己的小家庭，什么是大家庭，谁是自己要维护的人，谁是要陪自己走一生的那个女人。所以她这一点做的真的毋庸置疑，特别的好。我反而是觉得你应该用一些方法。我告诉你啊，你婆婆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到现在，她能不知道自己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婆婆现在为什么会跟你有一点点小问题？她吃醋啦。我这么辛辛苦苦抚养大的一儿子，你看看，一娶回来一媳妇儿，马上不帮我说话了。可是婆婆真心会恨你吗？我告诉你，绝不会。因为婆婆非常清楚，剩下的人生就是你和她相互扶持。她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有多么的幸运，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媳妇儿，所以婆婆才会这样的对待你。所以在面对她呲儿了他妈的时候，就呲儿了去吧，你应该享受这种幸福。然后你要怎么做？加倍对婆婆好，嘴甜点。妈，你看他就这么一人，你还不了解你儿子吗？他最爱的还是您。让婆婆这个女人的心平衡一下，对婆婆多好一些。你让她改，她是改不了的，因为在她骨子里面，她就这么认定的。她觉得对媳妇儿的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你让她把这样的方式改变了以后，她就不是她了，她就会觉得违背了她自己爱的这种的承诺了。你让她怎么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你应该多下功夫，想一想，动动脑筋，怎么对婆婆更好一些，怎么能够讨婆婆更开心一些，问题就解决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好，就这样。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要给一点建议的话，首先我给你一个字，就是吼。你就去哄你婆婆就完了，不管你老公怎么闹，闹完你就去哄你婆婆。你是就是刚才说了，你是那个更加周全的人，所以不管你老公做什么事儿，你就跑到你婆婆面前，你就说妈，我和你也是一条心的，对不对？他把钱从人家那拿回来，你再给他塞回去，这事儿不是该你干的吗？对吧？你让你婆婆高兴，你让你婆婆知道你是向着她的，她不就没事了吗？她和她妈闹，她妈也不能怪她，为什么？因为她是人生的嘛。只要你和她妈一条心，她妈就没什么话可说，能明白吧？明白。所以这个事情很简单。至于你，我也给你一个建议，你从此以后做这个家的门神，你冲外，不要冲内。你这个大男人，不要管家里的事，我们冲外面，外人有谁要来欺负，我们冲上去。家里的事你就别掺和，能理解吧？能理解特别好，好嘞，祝福你们，好吧？哎呀，你现在换一个角度就完了嘛。这是你们家姑爷，你那是你亲妈 ，OK 吗？你怎么做呀？姑爷护你，你护亲妈，不就完了吗？一会儿好好的那个对老公啊。谢谢。行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真情流失。其实吧，我做的也不对。你就是换一种方式，可能不是现在的这种结果了。你要是换一种说话的方式，我呢也换一种跟你相处的方式，可能咱妈会更舒服一点。咱们彼此都换一种方式，再继续延续下一个7年，或者说17年、27年，好吗？行。希望彼此都做出改变吧，咱俩彼此都能做出改变。明白。谢谢两位，请回。慢一点你。看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双方的父母都挺伟大的。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360636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请来电，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来吧，不预测了，送祝福吧。我觉得他们2个人就珍惜眼前，一步一步走好就行了。
愿这些生命力旺盛的人从此以后被生活温柔以待。我觉得生活已经开始温柔以待他们，就这两个人在一起，那个姑娘的腿被烫了，我觉得就是生活的安排。来吧，请开门。他去看。来来来来，来吧，我们见证温暖一刻吧，各位，请见证。牵着老婆的手走吧，祝你们幸福。